伊藤菜菜子并不像苏若离知道的那么多，他没见过李亚林身上发生的奇迹，所以他眼下也还没想明白叶晨让自己带着爸爸和田中浩一赶到纽约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此时见叶晨出来，伊藤菜菜子连忙问道：叶晨君，欧多桑和田中桑怎么样了？叶晨微微一笑说道：他们2个人刚服下药，现在都睡着了，大概20分钟左右就能苏醒。伊藤菜菜子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问叶晨君，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你给他们2个人吃的药究竟是治疗什么的？叶晨笑道：他们俩最多20分钟就能出来了，具体治疗什么，你不妨等会他们出来之后自己看。好吧，见叶晨不愿透露，伊藤菜菜子只好轻轻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叶晨君医术高超，上次我身受重伤，还有欧多桑术后身体极度虚弱，都是叶晨君治好的，相信这次一定也能让欧多桑和田中桑受益匪浅。一旁伊藤菜菜子的姑姑伊藤惠美忍不住感叹，希望欧尼酱以后能够打起精神来，每天都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确实让人很无奈呀。他今天才不过50岁，却比欧多桑当年70岁的时候还要显得老气。伊藤菜菜子回想起自己爷爷在世时的样子，忍不住赞同地说道：欧吉酱活着的时候确实很乐观呢，比现在的欧多桑确实强了许多。说着，伊藤菜菜子连忙又对姑姑说道：不过您千万别当着欧多桑的面说这些，他这个人实在是太要面子了。伊藤惠美点头说道：那是当然，就他现在那个臭脾气，我可不敢招惹他。此时浴缸里昏迷的2人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双腿的身体组织正从截肢的伤口处开始，以堪比 3D 打印的速度快速进行着修复。只不过这种断肢重生的能量完全来自于重塑丹内的药效以及灵气，几乎与伊藤雄彦自身没有任何关系。伊藤家的管家很快发现一个怪异的小细节，他发现伊藤雄彦虽然躺在浴缸里一动不动，但浴缸里那些美容泥浆的液味似乎在缓慢增长。他还以为自己眼花了，仔细盯着水平面看了许久，确认了浴缸中的液味确实在不断上升。这让他一下子有些紧张，因为他完全想不明白，人在一动不动的情况下，泥浆的液味怎么可能不断上涨。这一瞬间，他很想凑近些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可是一想到叶晨的交代，迟疑片刻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只是他不知道，液味之所以会上涨，是因为伊藤雄彦的双腿正在不断完善，泥浆内的双腿不断扩张，才使得液味不断上涨。反观另一边，洪武就没有那么惊讶，他也猜出叶晨大概率是要帮他和伊藤雄彦断肢再生，所以当他看到浴缸内的液味在不断上涨之后，他便立刻笃定了自己的猜想。对叶晨，洪武其实早就见怪不怪了，别说他自己就曾经在阎王殿门口被叶晨拉回去过，光是亲眼看叶晨召唤天雷，他就看到了不止一次。最震撼的是，当初在长白山，叶晨一人对战8大天王，那一声雷来，深夜那一道闪电让整个长白山脚下亮如白昼。在那一刻，他就知道叶晨无论做出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那都是理所当然。所以见怪不怪的他悠哉地点燃了一根烟，一边看着昏迷不醒的田中浩一，一边吞吐着眼圈，低声嘀咕道：嘿，你这小日本子的运气是真的没话说啊，2条腿都他妈截没了，现在还有机会能重新长回来，这可都是拜叶大师所赐，要不是菜菜子小姐的面子，这种好事儿哪他妈能轮得到你。说着，
他把一口烟吐到田中浩一的脸上，哼笑着说道：“要知道，叶大师对日本友人一向不怎么友好，小林家兄弟俩就一直在我那养狗场轮番体验生活。你们伊藤家要不是有菜子小姐，你们怕是也成我养狗场的了。”随即他又不禁感叹道：“不过别的不说，菜子小姐跟叶大师真是般配啊，他奶奶的就没见过这么般配的。他们俩以后要是走不到一起，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洪武一支烟抽完，浴缸里的液味也差不多停止了增长。此时浴缸里躺着的田中浩一仍旧没有半点要醒过来的意思。不过隔壁的伊藤雄彦此时却忽然微微抽动了几下。极其关心他的管家一直留意着他的每个细节，见他忽然微微抽动，便连忙想要上前一看究竟。这时伊藤雄彦眼皮一颤，缓缓睁开了眼睛，他感觉自己好像美美的睡了一整晚一般，睁开眼看到管家，下意识伸了个懒腰，将泥浆甩得到处都是。管家虽然被甩了一身泥，不过却根本顾不上在意，而是关切地问道：“大人，您感觉怎么样了？”伊藤雄彦甩了甩手上的泥浆，感慨道：“就是感觉睡得很舒服，好像很久都没有一觉睡这么长时间了，有那么一点神清气爽的感觉。”管家连忙道：“大人，您才睡了不到20分钟。”什么？伊藤雄彦不可置信地看着他，脱口问道：“我都感觉自己睡得昏天暗地了，才刚过了不到20分钟吗？”“是啊。”管家笃定地说道，在下一直看着时间，确切地说，到现在为止也就18分钟多一点点。伊藤雄彦深吐一口气，感叹道：“这么短的时间能睡得这么舒服，看来一定是叶先生的药发挥了奇效啊。”管家小心翼翼地问道：“大人，您除了神清气爽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没了。”伊藤雄彦开口道。“为什么这么问？”管家谨慎地说道：“刚才您睡着的时候，在下发现你虽然一动都没动，但是整个浴缸的液味却在不断上涨，特别奇怪，就好像是有人通过看不见的管道悄悄往浴缸里灌了许多新泥浆似的。”“是吗？”伊藤雄彦随口道，“会不会是这浴缸下面有专门补充泥浆的装置？”管家摇了摇头，道：“在下也不清楚，不过您没什么异常的感觉就好。”伊藤雄彦嗯了一声，随口道：“肯定是有类似注水孔一样的东西再悄悄往里面注入泥浆吧。”说着，伊藤雄彦探着双手往里面摸了一把，这一摸不要紧，他忽然感觉摸到了2条腿。他脸色骤然一变，下意识地破口大骂道：“八嘎！为什么把我的假肢也放到浴缸里进来了？他们俩难道也要泡澡吗？”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